我当然是说很少一部分人，我觉得这一部分人还是蛮让我心寒的，也是事后知道这件事情，觉得蛮心痛的。自己身为一个独生子，没办法陪在他身边，分居两地，蛮难受的。因为我们从小到大有学过3句话，一个是人心隔肚皮，一个是知人知面不知心，还有一个就是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那当然我在这里不想评判他这个观点是怎样，就是突然我发现他这个思维跟我好像也有一点像，也就是可能是一个中国人的思维，大陆人的思维，让更多人来看看台湾的民主自由，好流量，好风光。Hello， 大家好，我是主菜的奶爸狗狗，来自上海，因为爱情嫁来台湾，因为家庭和孩子选择留在台北生活。原本是一个广告设计师，现在是一个离100万网红还差97万订阅的 YouTuber。作为一个生活在台湾的陆配，我不知道其他人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就是经常会听到一些人说你还是中国人的思维。其实我对于什么是中国人的思维不是很能理解，但是前2天有一件事情让我对这个台湾人口中的中国人思维好像有那么一点点了解，我不知道是不是正确，所以想分享出来，让大家来帮我评判一下。也就是某一天的上午，有个人按我们家门铃，我打开门看到是一个阿嬷，她一开始跟我说台语，我说我听不懂台语，然后她就换成了国语，她就用台湾国语跟我说，她是我们楼上的住户，然后楼上顶楼的那个水箱漏水了，漏水漏到他们家，所以她觉得那个水箱有点旧，想要跟所有住户商量一起出钱来换这个水箱。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啊，你们家漏水，莫非你是要大家一起出钱帮你们家来修补这个漏水的地方，然后再一起换水箱吗？一起换水箱大家出钱我能理解，但是要我们一起出钱把你们家漏水的地方修好，我觉得这有点占大家的便宜了吧。后来我听他说下去，他的意思好像并不是说漏水也要我们来出，漏水是他自己来处理，但是那个水箱他觉得有点旧了，所以想跟我们商量一起出钱把水箱换掉，水箱毕竟是一个公共设施。那我这里就突然觉得我好像有一些抱着小人之心来揣测他，就是感觉到他好像想要占大家的便宜来修补自己家里的问题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是一个中国人的思维。那前2天呢，还有一件事，也就是上海副市长来台北参访，好像有透露出消息说上海要开放对台湾的旅游。听到这个消息，我心里真的是非常高兴的，就是我来到台湾生活4年，孤零零的生活4年，终于有我上海的老乡亲可以来台北跟我相聚了，可以来这里看我了。作为我个人也非常期盼大陆其他地方也能陆陆续续开放旅游，让更多人来看看台湾的民主自由，好流量，好风光。对，就是作为我个人来说，我真的很高兴听到这个新闻，最后希望它能实现，就是上海能有朋友来看我嘛。但是呢，就是有某位同样身为陆配 YouTube 的博主发出了一番感慨，就是觉得好像开放了大陆的旅游的话，会有一些素质水准不那么高的人来到台湾，影响了台湾现在这样一个蛮平静的社会。那当然我在这里不想评判他这个观点是怎样，就是突然我发现他这个思维跟我好像也有一点像，也就是可能是一个中国人的思维，大陆人的思维是怎么样呢？就是某些事情还没有发生，然后你就可能会对他进行恶意的揣测，对他进行不好的揣测。就是上海旅游还没有开放那些游客还没有到台湾，然后就觉得来了之后会造成社会秩序的一些影响。所以这是我对中国人思维的第2个感受。我不知道各位观众是怎么看待这样一个想法，就是通常我们会以恶意来揣测一个人。因为我们从小到大有学过3句话，一个是人心隔肚皮，一个是知人知面不知心，还有一个就是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所以以我个人来说，我觉得我自己的防备心还是蛮强的，有时候真的说难听点，就是会以比较坏的情况来揣测对方的意图。但是我又观察到一个现象，一个台湾人也存在的这样中国人思维的现象，就是我之前有跟台湾朋友聊过天，那我这里先不做评判，我只是把这件事情分享出来，留给观众评判。说马路上的修路，我们中国人的思维就会觉得
这条路经常翻来覆去的去修，是不是它背后有一些利益，有一些不正当的收入被这个操作修路的人收取了？我跟台湾朋友聊过天之后，发现他竟然也有这样的思想，也会抱着恶意来揣测政府的这样一个修路的行为中间是不是收受了什么灰色收入。所以观众可以评判一下，这个台湾朋友是不是也是中国人的思想。那还有一件事，其实说起来应该蛮高兴的，但是我也是有一些悲伤，就是再过1个月我妈妈就要来台湾一起过年了。因为刚好下个月有一段时期果果要出差，所以只有我一个人在家一打二，我觉得有一点力不从心，虽然是可以做到，但是比较累。那刚好又是很久没有跟妈妈相见了，所以我就问她要不要来台湾，她说好。因为我们家经济情况还是蛮拮据的，我一个人带小孩回上海的经济压力还比较大，所以就让我妈妈来台湾。我之前有说过，因为房价的关系，我们上海的房子一直卖不出去，所以最近蛮长一段时间手头一直很紧，所以我也没有跟妈妈任意来回飞上海台湾想省这个机票。但是这次觉得很久没有见到面了，还是很想念，那就刚好借着这个果果出差的机会，叫我妈妈来台湾一起过个年。那办好这些手续，她才跟我透露一件事情，也就是她前段时间身体不好，胆囊炎，然后去做了一个小手术。虽然他跟我说是无碍，但是那个手术其实是要做全身麻醉，然后要有家属陪同在旁边的。他在上海只有自己的姐妹可以陪在他身边。我当时因为我完全不知情，所以也是事后知道这件事情，觉得蛮心痛的。自己身为一个独生子，没办法陪在他身边，分居两地，蛮难受的。然后他后续也跟我说，他觉得要来台湾之前先把这个手术做一下。虽然这不是一个很着急做的手术，但是也算是一个定时炸弹一样，万一在台湾这个情况比较严重了，那以他的身份在台湾做手术会比较麻烦。因为他在上海做这个手术是可以进医保的，就是自己出比较少的钱。那我这里就想到，在去年那个6+4风波的时候，很多台湾人也会说6+4缩短年限入籍台湾，很多人就可以蹭台湾人的医保健保。我现在回想这件事情，真的觉得有一些讽刺。很多像我妈妈这样的家长来到台湾，真的没有要想过去蹭台湾的健保，没有要想过去占台湾的便宜。那我觉得这件事情上面，那个时候提出6+4会让更多的大陆人占用台湾的健保的这些人，是不是也是中国人的思维呢？抱着恶意来揣测我们这样一些陆配，并且我觉得这个说法完全可以用数据来摆事实讲道理。你把大陆人入籍之后，入了台湾籍之后占用了多少健保，以及他们所自己缴的健保的那个费用拉出来对比一下，是否真的有比台湾人缴的健保，然后台湾人自己用掉的健保要多？我们可以用事实来说话，但是始终没有这样一个数据。而且提出这个缩短年限会占用更多台湾人健保的人本身就是一个医生，我相信他是可以查到这样的数据，或者以他自己行医的经历来说，是否真的缩短年限会有更多的大陆人会去蹭台湾人的健保。所以我这里就是想说，之前有一些人会说我是中国人思维，这里所说的中国人思维到底是怎么样的思维，我自己进行了反省，是否就是怀抱着恶意去揣测别人。那某一些台湾人是否也有这样的中国人思维？那你们是在民主制度下长大的，是所谓的台湾最美的风景是人的这样一个环境下长大的，而我是生长在你们觉得比较不好的、比较洗脑教育的中国环境下长大的。我会怀抱着防人之心不可无的概念，我觉得还比较情有可原。那你们为什么会抱着这样的恶意来揣测别人呢？我当然是说很少一部分人，我觉得这一部分人还是蛮让我心寒的。所以我觉得我今后也不能随意抱着恶意来揣测一些人，真的是太小人的心态了。我这里做一下反省，也希望之前有留言给我说我还是中国人思维的观众可以更明确的解答我一下，到底什么才是中国人思维？可能我这一期说的全都是屁话，全都是不正确的推导，也就是我把对别人怀揣恶意理解成是中国人的思维，可能
之前留言给我的观众所说的中国人思维完全不是指这件事情。那我也希望你们对我进行一个明确的解答。那我这一期可能并不是那么讨好观众的内容，但确实是我真心话的内容，就先分享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拜拜，各位。